好，马上来关注一下以巴最新的状况啊！现在看起来只剩下倒数24小时，可能不到的时间哦，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地面上面的正面对决了吗？我们首先看一下，昨天布林肯是急忙赶往了以色列跟纳坦雅胡见面，他说只要美国在，你们就永远不会孤军奋战呢，孤军作战。换句话说，这是透露出美国也有可能会参与这场战争吗？那纳坦雅胡是用英语跟希伯来语表达了对于拜登政府的感谢，然后布林肯还讲到说，他的这个祖辈哦，也都是来自这个犹太，就是来自这个以色列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血统哦，所以两个人就这样子握着手啊，很能够共情共感呐。那他讲说，这次重要的访问是美国明确支持以色列的又一例证。那哈马斯已经证明自己是文明的敌人，应该像伊斯兰国一样被粉碎。这是他们两个人见面时候对外发表的一些谈话。那布林肯呢，在访问以色列之后，也延长了中东的行程。接下来他也会在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访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就是担心会整体扩散变成这场中东大战哦。所以他访问的一些国家，我们可以在这边来看一下啊，就包含了像是约旦啊，还有这个沙国，有没有沙国？有沙国、阿联酋跟埃及哦，还有卡达，他会在这周边国家都进行一些相关的访问。更重要的是，他也会见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总统阿巴斯。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奥斯汀也宣布说，紧接着在周五时间也要前往这个以色列跟纳坦雅胡见面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也在脸书上，应该是在 Twitter 上面 X 上面哦，再次表达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也分享了白宫被以色列国旗点亮的这个蓝白色的照片，表达了支持。那以色列也已经宣布了，通知联合国，要求加萨110万人24小时之内必须撤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从这张图表来看哦，这个是半岛的这个新闻网站上面画的，也就是说，加萨北部这个2块区域，红点点比较密集的2块区域哦，总加起来就是110万人。现在以色列30万大军就是守在这个加萨边界这个地方，准备在24小时之后就要进行地面的攻击，就要进去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喊说，开战时刻已经到了。在开战之前，现在累积至目前为止已经轰炸了6000枚的炸弹。所以这边440万人加上750万人，110万人能够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从北移动到南部吗？这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光是那种跨年晚会几万人，然后在这么狭小道路，通通都会塞。你说110万人在他们那样子乡间小镇一般的道路，要怎么样的移动呢？那我们看看现在纳坦雅胡讲说，誓言要粉碎哈马斯，他已经是再次的发誓这样子在讲了，所以看出来以色列这个要进攻加萨的一个决心哦。那哈马斯也不遑多让，哈马斯也反过来呛以色列，就说他们军事部门表示，我们可以保卫加萨免于地面入侵。那加萨的军事就是哈马斯军事组织的这个阿萨姆旅也表示哦，有能力击退以色列。所以现在看起来，他们说他们还会采取地面的推进，就是说你要往我里面来，我也会往你以色列这边攻过去。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一触即发哦，这个地面的战争真的要短兵相接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这边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一些美国的人权组织他们有证实说，现在在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些白磷弹的影片是真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真的有投下白磷弹来报复加萨。那这个白磷弹一旦碰到了身体的话，其实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来自于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他们的一个证实消息。那现在加萨已经面临到断水断电的人道危机。其实联合国对于他们要撤离110万人这样的一个讲法，也是怒轰这个以色列，说这是非常不人道的。那以色列现在态度是非常强硬就说断水断电这件事情等他们人质还来再说，想要我们恢复他们的水电的话，先把人质交出来。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公布了照片，就是因为这2天大家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对于婴儿有这种不人道残忍的，比方说斩首什么样的一些
相关的指控，他们有公布了照片哦。那我们当然做一些马赛克处理，这是以色列公布出来，还有说的确这个哈马斯哦，他们是有对于婴儿有一些非常残忍的一些行径。那现在人质到底在哪里？现在传出哦，可能是哈马斯他们有400公里的地下隧道，大概400接近500公里哦。那里面设满了陷阱，人质恐怕就关在里面，所以也增加了以色列如果要营救人质的话，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的高。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伊朗也带头喊出来，阿拉伯国家要团结，要带头喊，是不是要参与这一场战争哦？他说，抗轴心指的就是伊朗，还有巴勒斯坦的一些圣战组织，还有叙利亚、黎巴嫩的圣战组织真主党啊，他就呼吁我们这些国家全面的要往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要集结靠近哦？伊朗呼吁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要共同来对抗以色列，抵抗轴心将会做出相关的回应哦。伊朗的外长甚至在讲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哦，也就是我们说的锡安主义哦，实体以及其支持者后果要自行负责，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了可能以色列的这样子的复国主义跟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个穆斯林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对撞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战事会扩大，所以当然布林肯要赶紧是走访这些地方，希望可以把这场战事赶紧踩个刹车哦。那我们看看以色列，其实呢，为了避免他们的参战，可能是为着他接下来24小时之后准备要前往加萨的一个布局，所以昨天他有先行轰炸了叙利亚的2个机场哦，一个是他没有写出来。阿勒颇机场啊，一个是大马士革机场啊，所以2个国际机场都有被这样子的轰炸，所以他们现在讲说，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备战了，因为可能他们现在也有一些激进组织哦，准备要来运送一些武器，330多枚的火箭，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反轰了以色列，所以零星的战火也在旁边正在爆发当中。那这场战争看起来真的24小时之后会变得非常难以收拾吗？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以色列的策略就是要求加萨北部的110万人要挪到南部嘛，那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嘛，110万人怎么移动？对啊，这个那基本上他也不让他往以色列跑，你去想一想，当年俄罗斯包围马利乌波尔，马利乌波尔人口只有6万光是那个安全通道就让人家走了多久？走了将近1个月啊！那你现在以色列也不让人家往以色列方向，只能够往加萨南部的方向走。那加萨南部也有一大堆地方已经被空袭了，他们能去哪里？对啊，所以这个在逻辑上根本就不通嘛。我跟你讲哦，以色列事实上是埋下自己未来即将陷入的困境啊！国际媒体都已经在改口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犹太人办的报纸啊，它的新闻的标题是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做报复，然后对平民没有任何这个做接济的迹象，这是《纽约时报》的标题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标题就是布林肯跟纳坦雅胡见面，那结果人家《金融时报》的标题是美国催促以色列要自我节制。然后拜登刚刚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呼吁以色列要遵守国际法。我跟你讲，以色列它断水、断电、断粮、断药啊，已经违反国际人道法。所以联合国已经派专员要去加萨。他说他们要去观察现场是不是有违反战争罪了。所以我认为整个国际舆论啊，对以色列会越来越不利了。那你要硬干是不是？你硬干，你的国际声誉就更低就之前人家会同情你嘛比如说那个拜登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纳坦雅胡，那拜登并没有提到要他节制因为拜登知道纳坦雅胡要报仇，那因为以色列刚被攻击，有很多平民死亡嘛，对，所以他就认为以色列有反击的权利，第一时间是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反击了嘛，然后就有大量的空袭嘛那基本上现在网络媒体是对全世界开放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在 X 啦，就是原来的推特，我们上面也看到了非常多加萨巴勒斯坦的惨状的照片那现在已经好几天了，
所以我认为加萨死亡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以色列死亡的人数了啦。以色列死亡的人数大概在整个以色列境内啦，我估计没有超过1500人啦。那哈马斯光是在以色列屯垦区被打死的以色列清查尸体就有1500个。那打进去加萨之后这样炸，他已经炸了至少有6000枚炸弹，对，而且还包括使用白磷弹啊。你去想一想，会有多少平民因为这样被牵连死亡？因为事实上，以色列有一位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记者就要问他这件事，欧洲的记者问说你们这样炸，怎么可能不会炸到平民呢？你怎么知道都是哈马斯呢？结果那个以色列的代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战争有可能不炸到平民吗？他就这样回答因为他坦白讲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这个就牵涉到你的战略的问题了，就你的战争的目标。比如说美国那个时候，我举那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做例子美国就是要推翻萨达姆胡塞的政权嘛，美国也没有说要杀那么多平民可是结果那整个推翻政权的过程，伊拉克的老百姓死了30万人，所以你去想一想，以色列这个目标又不明确，你又不知道哈马斯在哪里，对，所以你去想一想，他地面部队如果进去加沙，那要死多少人所以这个24小时之后这一场推进以及哈马斯的反推进，看起来真的是会非常的惨烈我昨天也特别看了一下半岛的电视台，他们也有做一个采访就是说有一些去到以色列这边工作的加萨人，然后以色列他们那边呢，就直接就是因为他们是好像官方就讲说，让他们通通把他带到约旦河的西岸，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原本是来自于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就被丢到了这个西岸那边去，约旦河西岸就把你丢在这边，管你怎么样，然后好像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所以就是慢慢的有一些这种人道的危机出现，那也有很多的国际媒体正在关注。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以色列公布了很多的画面，就是他的平民百姓、老弱妇孺还有军人的死亡，那一定会引起我们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同情都认为哈马斯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违反战争的正义性，怎么可以对于手无寸铁的这些平民百姓进行这样的一个杀戮？怎么可以对于无辜的婴儿、小孩、妇女进行这样的一个屠杀？大家都会愤怒，会觉得哈马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你们应该要受到惩罚。但是当以色列对于这个加沙地区的无差别的轰炸，不管是对于他所宣称的哈马斯，或者是对于平民百姓的这些轰炸，同样的这些画面越来越多暴露出来。有很多的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平民百姓他们的老弱妇孺，同样的因为炸弹、因为白磷弹而死亡而伤害，然后这些无辜的妇女、孩子的死亡，也会引起世界广大人的愤怒。也就是说，你以色列的军人，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对，这个就是你以色列，你不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哈马斯。当你的行为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哈马斯的时候，你一样的会受到广大的主张正义的、主张应该公平对待的这些人士的谴责、跟批评、跟攻击。而如果在美国的这些受以色列或者是受犹太人影响比较深的，或者是说他的势力范围比较大的这些媒体机构等等，对于跟他不同意见的人，那么实施这种恐吓威胁的手段的时候，你引起的反作用力会更大。例如说，面对哈佛大学的学生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说你们毕业了别想到华尔街来工作。对于纽约大学的学生毕业了的不同意见的学生说，你毕业了别想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来工作。这样的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恐吓，你引起的是会更多的反作用力，更多的反弹。尤其是当你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人断水、断电、断煤、断能源、断食物，你造成更多的这些平民百姓
老弱妇孺的伤患到医院没得受到任何救治，这个是人道主义上已经到了极限了，也是广大的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如果以色列已经铁了心，在24小时之内要开始进入加沙地区，造成更多人伤亡的时候，我相信以色列你从原本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时候，你在国际上你会失去更多的支持同情你的声音。好，来问舰长。我觉得我更关心未来会怎么发展。最好的发展，我希望速战速决。能不能够速战速决呢？很难讲，因为以目前来讲有好几个它边缘的国家已经加入了，黎巴嫩啦、叙利亚啦、约旦啦，但这几个都是小国家，它的这些军事力量都不大，所以以色列一个国家就可以应付这些国家。那加沙走廊那根本就是一个被他关起门来在关门打狗一样的，所以以色列基本上目前他不会失败，他可以控制这个局面。但是接下来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是很担心的，就是哇，你刚才讲说那个加沙走廊里面有这么多的地道，你知道？你要知道，当你要去打地道，那几乎是一个铺天盖地的这样子打过去的。那这种残忍度真的可能是让人很难接受的。如果他这个样子的话，伊斯兰世界会不会集体站出来？我觉得2个指标大家一定要去看的，一个是土耳其，它的军力排名在全世界11，一个伊朗，它军力排名在世界17，都是属于强国。如果这2国加入这个战争，基本上以色列就没有办法掌握优势，他可能会败。那这个时候美军会不会进来？美军一定进来，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就是美国的老板。因为有一句话叫全世界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美国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犹太人，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其实是掌控他的。那如果以色列可能落败，美国就会进来，不能说美国，美军就会实际的进来，不会像乌克兰这个样子。好比说现在航母派进来，如果美军进来之后，我再问大家一个，美国败了呢？谁能保证美国一定胜？尤其在地中海里面，那个环境是根本不适合航母作战，它很窄，附近的环境非常复杂。如果美国有一艘航母被打沉，或是接着伊斯兰世界，坦白讲，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畏惧美国加以色列。以前这2个加起来是很大很大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变得强壮了。尤其现在打不对称作战，你看土耳其也好，伊朗有多少那种无人机、攻击机。他不用正规部队，他光这个去打人都会很累的。那如果我举个例子，美国万一不幸在这里落败呢？那接着你第一个问，俄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的立场会是什么？接下来变化大不大？会不会影响到台海？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关心现在在进行的以巴的这个冲突的战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所以现在加萨走廊啊，加萨这边真的是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吗？我今天看到文茜姐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借来当一下标题：以色列变成了敌人的模样了。他这形容其实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真的说到心里面的一种感受了。那以色列现在就是用飞机在投放这样子的传单，然后传单是用阿拉伯语来写的，要求在加萨北部的居民立即撤离家园哦。所以他们已经要开始就是进行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地面作战。那加萨民众是说，当死亡从天而降，你能躲到哪里去呢？现在在加萨的医院因为已经被断水断电了，所以很多医疗器材是没有办法运作的，哪怕你到了医院，你可能都只能做最基础的这种基础的一些擦药。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医护人员因为死伤过多而导致情绪崩溃大哭哦。他说很多一些加萨的民众在讲说，这个已经不是战争了，这个已经叫做行刑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加萨的人民，难道就要面临到生命就被剥夺吗？那我们看看这个
加萨的特派记者就讲说，现在加萨已经退回中世纪，在崩溃的边缘，西方也不在乎我们的死活。那联合国有谴责，他就说以色列对于加萨的攻击相当于是集体惩罚，集体惩罚就是一种战争罪的一种形容词哦。那至少34万的巴勒斯坦人在加萨流离失所，许多房屋面临到缺水、燃料还有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所以生存权严重受损。那知名的作家，英国的作家库克，他有讲到说，西方国家冷看巴人受酷刑啊，手上也是沾满了鲜血。长期以来，你们默许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灭族行为哦。那以巴人民遭到这个屠杀，手上沾满最多鲜血的，并非哈马斯或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而是西方国家。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哦，也是我们承接昨天其实是美联社先放出来一个消息说，埃及讲不接受这些加萨的人，巴勒斯坦来自加萨。对，加萨这边的巴勒斯坦人来埃及这边哦，那是美联社的消息。结果你看，埃及总统就出来澄清这个事情。他说呢，他现在还跟苏纳克通电话，希望能够赶紧为加萨这个巴勒斯坦人提供正常人道的一些救助哦。那他们还讲到说，在这个地方，这边叫做拉法，他说这个拉法的过境点，因为以色列的轰炸导致这个过境点无法使用，不是我们不接受这个巴勒斯坦人哦，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美联社会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哦。那埃及的外交部就讲说，这个流传的讯息刚好跟事实相反，我们的过境点从星期六发生这个冲突以来，一直都是开放的，但是呢，因为在巴勒斯坦一侧的基本设施都被摧毁哦，所以他们导致这边的这个来自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办法过来的。那哈马斯的官员在讲说，他们现在积极的跟埃及、卡达还有联合国在联系，在商讨要怎么样来救出这些加萨地带，来开出这一条人道的走廊，让这边的居民能够逃得出去。那以色列这样子封锁加萨是战争罪，可是为什么美国不叫停呢？我们看到有记者质问米勒，米勒也是被问傻了。我们来看看。We supply humanitarian aid that goes directly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o benefit them. We do not have any quarrel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Go. I'm gonna. 对，所以他其实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哦。那再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也都在纷纷声援加萨，在法国的街头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哦。那警方还动用了高压的水枪来驱赶这一些大批抗议为巴勒斯坦发声的群众，然后这当中也有一些老人跟妇女哦，是被这个警方给驱赶。那另外在智利、爱尔兰、菲律宾还有南非以及美国的一些亲巴勒斯坦的一个集会哦，甚至在这个芝加哥这一边也有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聚会，他们都是在支持说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人的一些生存权。那王毅也是特别针对这件事情哦，就说这个世界各国其实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公道哦，就是等于说中方也为此发声。那土耳其埃尔段我们也讲到，他其实对于美国航母这时候开过来，他非常不以为然。我们来听一下。Amerika'nın uçak gemisinin İsrail'de ne işi var? Ne yapmaya geliyor? Ve buraya gelen uçak gemisinin etrafında bütün botlarıyla, uçak gemisindeki uçaklarıyla ne yapacak? Orada bütün artık Gazze'yi etrafını vurarak, indirerek çok ciddi katliamlara adım atacak. 但有挺的声音，也有一些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声音哦。比方说，像是英国这边海空军的部署哦，现在也到了地中海这边，说要嚇阻以巴局势升级。那德国也说可以向以色列来派遣2架无人机啊，用于攻击加萨。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美国的态度啦，因为美国如果再像上次那个2003年伊拉克战争啊，就是到后来整个就卷进去了嘛，那连欧盟都反对，那你就会被全世界孤立了啊！因为这个现在今天彭博已经有人丢出一篇文章了，说以色列如果真的打进去加萨走廊，那地面战争导致很多人死亡啊，
那最大的获利者会变成中国跟俄罗斯，就公开这样写了，公开这样写了，因为他认为美国可能会被绑架进去。事实上，你看布林肯到那个现场，好像见了乡亲一样嘛，布林肯本人就是犹太人。事实上，拜登政府大概是美国这个大概罕见的犹太人具有的那个高位的比例这么高的一个美国政府了啊。我这里稍微说一下啦，布林肯是犹太人，之前那个副国务卿 Sherman 也是犹太人，然后那个现在接的那个 Nuland 也是犹太人啊，然后呢，那个科学与技术部那个部门啊，就是晶片法案那一位那个人也是犹太人，叫 Eric Lander 啊 ，CIA Burns 也是犹太人，然后耶伦财政部长也是犹太人，总检察长 Merrick Garland 也是犹太人。然后国土安全部的那个主席啊，那个秘书，他也是犹太裔啊。然后这个国家情报总监那个 Heinz 也是犹太人，然后白宫幕僚长也是犹太人。这个实在是太罕见了，我坦白讲啊，那个川普前一任都没有这么严重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可能做决策的弹性会变得非常小。可是我们已经听到欧盟的那个安全代表 Borrell 昨天就已经发言了，他直接谴责以色列，说他正在违反国际法。我认为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而且欧洲支持这种声音的也会越来越大啊。事实上，联合国已经派代表去了，然后那个秘书长古特拉斯他也要处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国际舆论啊。这个陈文茜他是看得非常准确的。就是以色列不止逐渐变成哈马斯的样子啊，而且会更严重。因为他是正式的军队，哈马斯那个只是坦白讲就是一个激进力量而已啦，他连空军都没有，连飞弹也没有，他就只有火箭弹。哪里像以色列这样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军队，而且拿到美国所有最先进的武器设备。所以以色列如果真的就是要报仇，然后他那种报仇的逻辑又抓不到终点啊，因为坦白讲，哈马斯很多领导人都在海外，对，有的在卡达，有的在黎巴嫩，有的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对啊，你来这里你是要报什么仇呢？你到底终点是什么？怎样叫做结束嘛？你要告诉大家啊，对不对？赖老师，哈马斯是杀不完的。如果以色列他的军事目标是把哈马斯从地球上抹掉，做不到。哈马斯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加沙地区，没错。可是你没有办法，它上面没有刻字说我是哈马斯，我是卡桑旅，它没有这样子一个标志，它就是一个游击部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它基本上来讲，说实在的，它进入平民里面，那么你如何去分辨？所以你最后你国防部部长下的决心就是无差别的杀害，无差别的杀害，那就对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平民百姓的这种杀戮，这个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昨天我女儿她去上学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巴士底狱，她就看到很多法国人已经在街头上抗议了，占领了很多地区，那么表达他们的愤怒。那愤怒，他们并不是同情支持以色列，他们是同情支持这个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那也就是说，哈马斯事实上成功的把欧美的政客、媒体长期以来故意抹视、视而不见的这些人类间最大的活监狱，也就是长40公里、宽10公里、有3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地方，这个活监狱，他们的这些悲惨的人的这些困境被凸显出来。经由这一次的恐怖的工作，把政治的诉求凸显出来了。凸显出来了以后，让欧美的这些国家的政客还有媒体不敢再去掩盖加沙地区人、巴勒斯坦人悲惨的境地。所以哈马斯在政治上是成功了。那现在的情况，欧盟的国家跟英美绝对是不一样的态度，因为欧盟的国家，它底下的穆斯林有上千万人，他怎么办？
它一定要做平衡。那现在是美国跟英国他们是做完全挺以色列，我估计英国内部的恐怖主义会慢慢的越来越凶狠，慢慢的会给英国带来更大的伤害。好，舰长。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想一下，要慎选你的敌人。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会变得跟你的敌人一样。怎么说呢？因为当你跟这个人做敌的时候，他这样我也这样，那你这么坏我也这么坏，到最后你跟他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次的事件其实台湾的人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两个，这是应该给我们的教训。你不要以为那隔我们这么远。第一个教训就是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是极少数人决定全体的命运，就像加沙走廊230万人1万人的这哈马斯决定了他们毁灭的命运，好吧，这是第一个。那你要怎么注意这个呢？选举，明天选举到了，我真的跟你讲，你选错人他可能会把你带到这个战争的；选对人，可能就是确保和平。这是第一个，要注意你要选谁，不要把你的命运交到这少数人的手上，因为你未来决定不了我们的命运。第二个呢，就是当两方在对视的时候，就你我们都在敌对的时候，你记住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犯错。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舰长黄春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清德有提到说，重申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会把和平视为当总统的使命。他说，和平一定要兼顾尊严对等，才叫做真正的和平。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看看向心夫妻讲到都觉得他们就这样子在台湾滞留了4年这个叫做这个和平尊严吗？你看看千言万语，向心他们是讲我们用6个感谢来形容这一次的奇幻之旅其实用词上面也是很谨慎他说感谢律师团的不懈努力，感谢2级法院的公正判决，感谢媒体朋友的公正报道，感谢在台友人的不离不弃，感谢台湾医师的悉心照顾也感谢陌生路人的加油鼓励，台湾再见。那他也没感谢民进党所以你看看我们台湾一直自诩说我们很公平，我们很正义，我们台湾价值，但是这样的向心夫妻是不是也冤枉了人家陆委会还要跳出来讲说他们没有一句怨言，是吗？笑死了，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离开台湾，所以你是不是陆委会又在吃人家豆腐？而且你整篇看完之后没有怨言，是指对于愿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挺过这4年的人是这样子的一番话，对民进党可不是如此那另外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以色列的台湾旅客现在返回到台湾了。那在机场那边，他们讲说真的是看到战争的可怕而且他们也讲说，这个台湾下一代感觉上面真的是没有警觉我们来听一下。听到了，在以色列那个最恐怖了。听到空袭警报，我们是有听到上面好像是以色列拦截飞弹爆炸声。其实当下听到防空警报是有一点害怕啦。其实说实在的，家里人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其实他们都很紧张。对，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就像是这一位大哥讲的，上一代还知道战争的恐怖但是下一代可能不了解，大家都没有警觉性。在以色列玩的台湾人这一次就是非常真实的感受到战争原来这么接近那另外我们看看台湾已经做好战争准备了吗？哈马斯他们300美元制造火箭，逼得以色列用5万美元的成本，就是这个铁穹系统来拦截那铁穹系统的防御受挫，台湾现在该怎么样的因应呢？因为火箭炮也很可能是解放军就是攻台时候的首波武器。那台湾应该要深入了解铁穹这一次的此役的经验，作为未来对抗远程火箭炮的一个重要参考。那很多人在想说，火箭炮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什么通通都可以拦截得下来，非常厉害的。那可是遇到了这一次
这个巴勒斯坦一次发5000枚的状况下，实在是也挡不住哦。因为我们看到邱国正讲说，这样子的饱和攻击哦，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能够招架的，因为飞弹加上火箭的饱和攻击一起加起来的话，哪一个国家能招架？他说，现在国防部能做的就是调整部署，将这个距离拉大，然后呢调整战术。那另外，东风100的飞弹对台威胁也增强了。国防部也讲到说，这近几年来，其实东风17中程及音速飞弹的这个弹道飞弹，还有东风100长程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加上地面多管火箭的系统也持续在提升对于我们这种突袭或是这个机降打击的能力。那还有呢，国防部讲到了这件事情，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机还有民航机好像叠在一起这个重叠，这个大概只有0.3秒哦。他说从2机的光碟重叠只有0.3秒，高度距离差了6000英尺哦。他说这个航管上面其实是看得到，那国军也对此都能够有各种方法来掌握应对的所以他有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回应。另外，美国还在拱火嘛？现在国防部讲说，美国一架美军 P8A 的反潜机沿着台海中线从南向北来飞行。那解放军的东部战区随后就发布声明稿，就说这美方是公开在炒作，并且称中方也是跟监警戒，然后会依法依规来处置。那外国的一些军媒在讲说，解放军运用民船显著的进展。他说这些民用的船舶无法在严峻或是充满挑战的一些环境中提供支持大规模跨海峡入侵台湾所需要的一种重要2栖登陆能力，或者是海上的后勤能力最快是要到2027年才能够配合其他的军事发展，才有足够犯台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在美国看来觉得说，哇，恐怕会变成一场噩梦。它指的是这个中方的核潜舰隐形性能突破性的发展未来096跟现役的094的这个潜舰很可能会搭档，然后来强化北京对于海中这个核威慑力那也意味着这个西方可能得要应付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巡逻，以及呢来追踪这个中国大陆的弹道飞弹的这些核潜舰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台湾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向心夫妇离境前讲6个感谢嘛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离境所以他们的真心话要等他们回到香港跟大陆，你才会真正听到。李明哲不是也是这样？李明哲在大陆也讲了一大堆感谢那回来台湾之后是这样讲吗？对不对？我觉得最不可思议是我们陆委会说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詹志宏你怎么知道呢？对啊，詹志宏对蔡英文也不敢有一句怨言这有什么奇怪呢？他在你的地盘里面，他敢有怨言吗？如果有怨言，再扣3年，是不是？是这样吗？对不对？这个事实上就是你人权的一个污点嘛。比如说你以后去大陆，假设有国安理由，人家约谈或者滞留，不让你离开，那对方就说那向心不是一样，你们不是一样给人家扣留3年，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辩护？对不对？就前一阵子我记得陆委会嘛，还说什么台湾最近去大陆有一些人，好像有9个人嘛，被滞留被拉到小房间去问再怎么样也没有像你这样扣3年的没有吗？到李明哲后来也是有经过司法程序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真是丢脸还讲这种话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自我怎么解释还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人权国家，这丢脸到爆了这个就是蔡英文执政下陆委会跟他的国安单位之耻你这个国内的大匪谍抓不到，然后抓向心变成大乌龙，然后让你的人权蒙羞，就是这样的治理能力嘛，就是可笑了可笑了。这个等一下听舰长讲我这个军火商泄密到现在也办不出来对不对？这个真的攸关台湾的造舰还有国家的安全。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是说军火商泄密？你黄曙光是国安之委你为什么不直接点名呢？
就点名那个哪一个国家的公司嘛，谁泄密嘛，对不对？以后政府规定跟这个国家断绝往来，好不好？跟这个军火商永远拒绝往来，有没有勇敢一点这样讲？所以我说这种国家，我说我们台湾这地方就是民进党就是半吊子政府嘛，真正攸关国安的潜舰国造的泄密，你公布嘛，让国人都知道嘛，让你又军火商不敢乱搞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敢做？对不对？所以我说这种事情这实在是懒得讲它了，因为大家自从看到那个赖清德，现在再也不讲他是这个台独金孙了啦，也不讲他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了，现在只知道他是确定是新潮流金孙呐，那台独金孙也不敢讲了所以你讲了半天，什么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都玩假的嘛，都玩假的嘛。国庆我那天就在看国庆因为马英九退出结果我那天就看。从总统府那个大楼，中华民国旁边那个牌匾，中华民国112年国庆，就只有在主视觉敢偷渡写个台湾 National Day 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中文也写台湾嘛，台湾112年国庆你为什么不敢写？因为这样就违法。我们中华民国国庆活动是有法律规定的，尤锡坤知道所以你中文不能偷渡你偷渡就违法所以你只好在英文里面在那边自嗨偷渡连续3年都这样就是这样嘛。所以这种自嗨的政党，然后在重大议题，比如说泄密案，不敢真的办然后讲到人家就说，你这个造成很危险美国警告你还有赖清德去美国，联邦官员都见不到回来之后就再也不敢讲我是台独金孙了，我是台独务实工作者了，双标没胆虚伪的政党嘛。好，赖老师，一个诈欺犯伪装成为间谍，跑到澳大利亚闹了一个闹剧，然后最后跟电视台合作演了一场闹剧影响了改变了台湾的选举的一部分，然后也造成了一个冤案，向心夫妇这样子被莫名的莫须有的扣留了3年多4年。中间他们的律师有跟我也有接触过那么他们也谈了很多事情。其实这对夫妻受尽委屈、害怕、恐惧，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搞了一个绿色恐怖。还好法院还给他们清白，但是问题就在于，那制造这个白色恐怖的没有人受惩罚，这个很奇怪这个检察官也好，证据都不够，也没有，只凭着这个对方境外的澳大利亚的一场闹剧假间谍，就这样子来起诉人。坦白说，这是一个人类间最可笑的事情，而且也是人类间最悲哀的事。在台湾活生生的发生了白色恐怖，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害怕、恐惧，然后丧失了自由30年，不能够离开台湾。现在离开台湾了，好不容易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了，但是把台湾人的脸丢在地上，这就是民进党搞的民主专制，搞的民主独裁，简直是绿色恐怖到极点，可怕。从以色列回来的台湾的民众感受到战争的害怕，他还没到加沙走廊。如果他在加沙地区看到这样的轰炸，我想他回来了以后，他跟台湾诉说的情感情绪是完全又更不一样的，那他的强度会更强。那换言之，也就是战争事实上是可怕的，可是民进党似乎是在配合美国，是在挑动两岸之间的战争。这个才是最可恶也最可怕的。为什么？如果一旦他配合美国挑动成功，然后两岸发生战争以后，这些民进党的高官，就像当初在乌克兰里面的那些高官，那些国会议员拍拍屁股都溜走了，有钱人溜走了，那些高官溜走了，那些国会议员溜走了，留下来的少数人，他们还有几辆专机，准备随时把泽连斯基他们全部都运走。结果倒霉的、可怜的，却是那个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
更可怜的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征兵拉去当兵的，然后变成炮灰死在战场的人。这种事情也要发生在台湾。那绿营的这些高官拍拍屁股坐飞机走了，我觉得简直是可恶，要把两岸之间带来战争，简直是可恶，其心可诛。为什么？只为了配合美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只为了搞不好是他家族的利益，在美国的家族的利益，不知道会获得多少的这个美国人给的，或者是从台湾人污过去的那些钱，真的是可恶了。另外，台湾的防卫系统，坦白说，铁穹90%的命中率，成功的拦截率，但是问题是，面对饱和攻击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火箭弹，中国大陆的长程火箭弹的数量之多啊，台湾能防得住长程火箭弹？不要在那边自欺欺人了。好，请教舰长。刚刚这个亮哥点名我说一下，那我就原来不想说了，我就稍微说一下好了。我大略了解这些事情，可是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哦。民进党的很多指控哦，其实可以非常容易澄清的，可是他不澄清。好比说军火商交资料，那很容易抓的。对，好比说马文君，我相信可能你们不太看最近的三立啊、什么绿媒啊这些东西，我也是包含被打的一个。他们说我什么你知道？他说这个黄宗义支持统一，你有没有说支持统一？我写了一本书，写了7万字、8万字哦，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哦。如果有人能够不透过战争达成独立，我赞成独立；如果有人能够不透过战争达成统一，我支持统一。任何人如果要利用战争达成任何目的，这个人是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那我问你，我这说的话里面有没有说我支持统一？有啊。他不跟你讲全部，抓了那句话就反复的在那里说你，知道吧？这就是包括马军也是一样。最近这个马文君交什么资料，是不是泄密，很容易澄清的。国防部可以立刻出来是或不是，是就抓，不是没有，他不抓，他也不动，反反复复的炒作。接着我就要请问一下国民党的，如果你在操盘呢，我想请问你一下，如果有人今年建议你像类似王立强这种事件，我们来做一个来诬陷这个民进党，你会不会采纳？我在讲他不会采纳。如果我们来弄个假的2颗子弹，也来诬陷民进党，对不对？最后选举之前，这个侯友宜被打2枪，打了个肚子，打了个什么的，你会不会做？你也不会做。为什么你不会做？因为国民党自认为是名门正派，国民党其实是人才济济啊。你看他这次侯友宜到那个美国，整个过程我就发现，国民党一旦团结起来、动起来，真的是各种人才都有。那次我看着说，真的是一个人才。所以他们自认为是名门正派。那你要我选一个这个叫武侠小说的话，民进党有点，或者国民党有点像华山派，他会独孤9剑，好厉害呀。可是民进党呢？民进党会棍刀枪，还会打暗器，还会下毒，他全都会。所以要跟民进党做选战，你一定要记住，你别要以为你是名门正派，你要去想想他们这些邪门歪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